音乐游戏很多人喜欢玩，但是为什么呢？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当你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它会直击你的灵魂，让你的身体从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感受共鸣。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唱出悦耳的歌声，都能演奏出动听的旋律，更不懂乐理，所以也根本不可能参与到音乐中。而音乐游戏将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从1978年 Simon 声光记忆玩具开始，孩子们通过记忆力或者音乐感知力，按顺序复现音乐序列。至此，这种节奏和交互方式的音乐玩具便进入了大众的视野。1987年，任天堂通过 Dance Aerobics 尝试将音乐玩法融入进电子游戏，但这并不是很受欢迎。而电子音乐游戏真正的开山鼻祖是1996年发布于 PlayStation 平台上的 Palapa the Rapper， 其制作人松浦雅也本身也是音乐制作人。随着 PS1 的普及和其搭载的 CD-ROM 给游戏生态带来了大量的高质量音频内容，他希望能让不具备乐理知识的大众也能感受玩音乐的乐趣。于是他将传统的 Simon 的音乐玩具与一条带有视觉判定的时间轴结合，确立了视觉提示、音乐节拍、物理按键加实时音频反馈，形成了现代音乐游戏的底层框架。最重要的是，玩家如果按错了，音乐效果就变差了；如果按对了，音乐才会继续，甚至好听。玩家在这款游戏中第一次觉得音乐是我演奏出来的，从此音游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从家用机到街机再到 PC， 不断的循环涌现出来。97年到99年，康纳米凭借 Bimini 部门在短短2年内，通过打碟机、跳舞机和架子鼓，迅速确立了基于大型物理外设下落式音游的统治地位。而到了1999年与2003年之间，随着家用个人电脑 PC 端的普及，韩国厂商敏锐地抓住了红利，去掉了昂贵的物理外设，发布了 VOS 和 O2 Jam， 也就是劲乐团。我喜欢劲乐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它陪伴了我整个大学生涯。尤其是它的各种钢琴曲，当你不按按键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当你在合适的时间按下合适的按键，才会发出合适的声音。这种体验好像真的是在弹钢琴，对我来说非常的美妙。相信很多人都将 V3 作为自己的结束曲，而我在众多的古典乐中更偏爱巴赫。作为学计算机的我来说，那个时候总在思考音乐游戏怎么做的，是通过物理引擎碰撞核吗？不对，如果用这种方式，哪怕出现1帧的卡顿，物理碰撞就会失效，导致判定失效，同时玩家体验将会大打折扣。成熟的下落式音游，其底层逻辑是将视觉和听觉剥离。音游里的每一张乐谱包括2个核心数据：第一，在哪条轨道；第二，完美的击中时间是第几分第几秒。也就是说，就算游戏卡成了10帧每秒，那么只要玩家按键的时间是对的，判定依然是 perfect。所以劲乐团玩起来有一种演奏感。当然，这种演奏感还需要另一个文件，那就是音乐文件。因为在对应的时间按下对应的按键，需要播放什么样的声音呢？游戏需要知道。所以制作这个音乐文件需要像音乐制作人一样，把音乐整体按照不同的乐器分轨，低鼓音轨啊、贝斯音轨啊、键盘音轨啊、吉他音轨啊等等等等，这些声音被拆成数百个小样本，做成整个音乐文件之后，再配合着谱面文件，玩家才能在游戏中顺利的进行下去，达到完美的游戏体验，从而完成歌曲。在音乐团辉煌时期，很多厉害的音乐制作人给各种古典音乐重新编曲混音，制作成本非常之高。正因为有这么多高手，所以玩起来不仅谱面非常的华丽，随着连击数越来越高，观赏性也越来越强，同时也给高手们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这和后来的 DJ Max 等等很多音游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却由此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高手太少。这种游戏需要练习，甚至有时候真的像是在练一门乐器。我这种手法曾经也是在劲乐团中，高手不多，这就意味着真正能获得演奏体验的玩家也不多，而且玩家需要单独买歌。而在2000年初的时代，为了买几首歌曲掏钱的玩家真的是少之又少，因此它慢慢沦落为一个小众游戏，渐渐停止运营。而九游却迎来了新的音游霸主，那就是劲舞团。劲舞团劲舞团的胜利，其核心本质其实并不是音游，而是大型在线社交换装相亲平台。它的操作门槛极低，随着音乐响起，漂亮的角色舞动起来之后，玩家只是按下方向键加空格，即能完成一组舞蹈，甚至方向键和舞蹈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并且中间还有时间留给玩家聊天，这就给玩家互相攀比、社交留下各种付费空间。玩家之间为了心仪的异性疯狂氪金，皮肤啊、喇叭，付费深度是劲乐团的上千倍，对比之下真是令人唏嘘。不过在劲乐团慢慢冷却的时候，也有很多真正的音乐游戏悄悄填补了它的空白，那就是2007年由 Tim Harbert
独自开发的 OOTS， 它的玩法最初脱胎于应援团，玩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点击滑动屏幕上出现的圆圈，你看见这密密麻麻的圆圈铺满整个屏幕，手就不是你的了。不过观赏性确实非常的强。其实 OOTS 真正改变音游生态的不是它的玩法，而是它的谱面社区，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歌做成谱面分享给所有人。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日系 ACG、欧美流行、古典、电子，甚至是梗曲，你几乎都能在 OOTS 里找到它的谱面。这种由玩家驱动内容的模式，彻底解决了劲乐团时代苦曲少、买歌贵的致命问题。而且 OOTS 完全免费，时至今日，它已经累计了超过100万张玩家制作的谱面和数千万的注册用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游文化，甚至催生出了专门研究如何做好谱面的学问。所以可以说 OOTS 不仅是一款音游，更是现代音游社群文化的起点。它证明了一件事：音游的生命力不在于厂商有多少资金，而在于玩家社区有多热情。我们再回到家用机。家用机音游和下落式的音游方式一样，但是有2种路子。一种是制作成本降低，比如2001年发售的太鼓达人，从谱面设计上来说只有2个按键，和7个按键比起来玩法就少了很多。另一种是增加外设，提高收入，比如2005年发售的 Digital Hero 卖外设和游戏同时发售的。 SG Controller 的设计也非常有意思，左手边5个不同颜色的按钮代表了吉他的品，右手边的按钮代表了吉他的弦。玩家在玩的时候不仅要按住对应颜色的按键，同时还要拨弦，尽量模拟了弹吉他的真实体验，更加加深了玩家对于音乐的演奏感。再加上摇滚舞台的设计，个性的人物设计，台下观众的呐喊声，玩家就像是成为了摇滚明星。同时，这款外设还获得了 Gibson 的外形授权，这种方式的吉他英雄获得了巨大的市场认可。于是2008年推出的吉他英雄世界巡演不仅增加了鼓和 microphone 的音轨，还增加了乐队模式，使普通玩家的单机音游变成了既能网络联机又能线下面基的音乐聚会，更加符合北美本来就流行的派对文化。整个系列曾创造超过20亿美元的收入，成为当时最成功的音乐游戏品牌之一。紧接着，问题出现了。在 Activision 这家商业公司的运营下，08年、09年、10年，每年都有新的吉他英雄衍生作，什么 Aerosmith 版，什么劲重金属版、Van Halen 版、Smash Hits 版等等等等。玩家感受到的是同一个游戏换了几首歌，在同一年卖过5次。同时，随着其他外设推出的逐渐增多，市场开始饱和，客厅里堆满了塑料吉他、架组、麦克风，成为了塑料乐器的仓库。最终就是玩家腻了。我当年还买了 NDS 上吉他英雄的外设。不过说起掌机来，上面有更多创意丰富又好玩的音乐游戏。因为掌机硬件的条件有限，不可能有太多外设，并且使用场景上有点像手机，要求随时随地能玩，随时随地能关。所以在游戏设计上倾向于体量小、操作简单，同时又能迅速把人抓住的游戏。比如2005年发售的《应援团》，是音乐游戏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的出现证明音乐游戏不一定要模拟乐器，玩家用触控笔点击、滑动、转圈，结合游戏中激情热血的舞蹈，使得玩家获得了一种新的体验。游戏中还将音乐和剧情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游戏式 Music TV 的有趣体验。这款游戏在音乐的核心圈非常受欢迎。我玩《应援团2》的时候，差点就最后一关困难模式就要通关了，结果前女友把我 NDS 扔了。后来《应援团》再也没有续作，其实是虽然它的口碑爆棚，但是销量中的，并且高度依赖触屏，而且应援团大量使用 J-Pop， 每次出新作都要重新谈版权，成本很高。没办法，之后团队解散，再无续作，非常可惜。但是我觉得任何触屏音游都要拜他做祖师爷，包括节奏大师。如果说应援团证明了音游可以这么玩的话，那么任天堂接下来提出的问题则要更大胆。音乐游戏真的一定要有旋律吗？2006年 GBA 平台上发布的《节奏天国》给音乐游戏又打开了新的大门。旋律、节奏、和声、音色是现代音乐的4大核心要素。节奏天国单独把节奏抽出来做成游戏，告诉大家节奏足够好玩。相比 GBA 的版本，我更喜欢 NDS 上的节奏天国。它触控笔的操作方式使得节奏天国玩起来更有律动感，尤其是我对这个小单元的记忆。大家跟我一起来。
有了节奏天国的先例，索尼的 PSP 平台则有了更好玩的点子。如果说节奏天国的乐趣在于不固定的节奏加有趣的小品，那么2007年发售于 PSP 平台的 PADPONG 就属于固定节奏和音色，创造小人们的和声。游戏用 PSP 上的4个按键模拟原始小人的战斗，通过固定节奏下输入顺序不同，给小人下达不同的指令。当然，为了让游戏更好玩，指令不能太多太复杂。不过它的美术风格、背景设定，再加上新的音游玩法，又给大量玩家带来了更多有趣的回忆。PADPONG 的成功则说明，音乐不仅仅是游戏游玩的内容，而可以变成辅助游戏的语言。随着玩家的操作，这些不同的声音就像用节奏说话。但任何好玩的游戏，终究有玩腻的那天。随着时代的更迭，家用机、掌机终归也会更新。Wii 的出现使得体感操作走进了千家万户 ，Wii Music 的出现也给众多音游带来了新的视角。音乐游戏直接变成了简单的派对游戏，游戏提供超过60种乐器，吉他、钢琴、小号、3味线，甚至狗叫声等等。4个人挑好乐器，只需要跟着节拍做出对应乐器的演奏动作，系统会自动修正音阶，并录制成专属 MV。还可以熟练运用 Wii 的双截棍手柄，让4个人分别指挥不同的声部，让乐队一起奏响小星星。Wii Music 不仅给游戏提供了更多有趣的玩法，甚至还让玩家觉得音游可以不用把音乐做得好听，只要做得好玩就行。而 Wii 的流行也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之后的时间来到了2010年左右，随着触屏智能手机的普及，成熟有效的下落式音游又回到了手机游戏中，使得很多00后的孩子们喜欢上了音游。手机音游的浪潮中，除了节奏大师，有一股来自台湾的力量，安静但影响深远，那就是雷亚游戏。2013年又推出了 Deemo， 这2款游戏的玩法并不复杂，但他们做了一件很多音游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把游戏做的画面非常好看。CETAS 用一条上下移动的扫描线取代了传统音游的判定轨道，玩家跟着扫描线的节奏点击音符，视觉上极具流动感。而 Deemo 则更像是一部互动式的音乐故事。游戏讲述了一个戴着面具的生物 Deemo 在一座神秘的城堡里独自弹琴，等待着记忆觉醒的小女孩。每当玩家完成一首曲子，城堡里的大树就会长高一点。音乐推动了故事，故事赋予了音乐情感。这种设计让很多玩家第一次觉得一款手机音游可以让玩家感动。雷亚音游的曲库以原创音乐为主，自己签约大量独立音乐制作人进行创作，其中很多曲子本身就是高质量的音乐作品，完全脱离游戏，也值得单独聆听。这种音游即音乐的理念在当时的手游市场上非常罕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雷亚的作品积累了大量忠实深度的玩家，而不仅仅是随波逐流的休闲用户。因此我们看到音游的创作中心开始悄悄向中国转移。2017年由 Low Error 开发的 Erica 横空出世，它的核心创新是把音符拉到了立体空间，玩家需要同时照顾屏幕下方的普通轨道和屏幕上方的浮空无限轨道。这个设计让手机音游的谱面维度直接上升了一个层级。而在美术上 Erica 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精细的例会、丰富的世界观剧情，让很多玩家不仅是在玩游戏，更像是在追一个完整的叙事宇宙。紧接着2019年，南京歌游公司的国内独立团队开发的 Figures 上线，这款游戏几乎凭一己之力重新定义了手机音游谱面设计的上限。Figures 的特点是多判定线，整个屏幕上会同时出现多条旋转移动的判定线，音符从4面8方涌来，高难度谱面在高手手里看起来就像是一场音符的视觉艺术展览。不过不只是游戏，最重要的是 GeForce 完全免费，没有内购，这在手游市场里几乎是一种反商业的存在。但是正是这种纯粹，让它在音游圈收获了极高的口碑。但时间总会过去，流行的游戏总是一波接着另一波。随着手机上音游的热度退去，VR 平台又迎来了2大音乐高手，一个是2019年发售的 Beat Saber， 它不仅是 VR 音游的先驱，更是凭借着极高的观赏性，将演奏音乐和炫酷的光剑结合，彻底带火了现代头显 Oculus， 成为了杀手级应用。这个 Rush E 的演奏效果是不是很好看？
另一个则是2024年才正式发售的 Mr. The Master Class。不知道是不是受 We Music 的启发，玩家戴上 VR 头盔，以第一人称视角扮演经典交响乐的指挥家，让玩家感受到指挥交响乐的乐趣。不仅通过 VR 体感操作，还要指挥坐在不同区域的多声部演奏。我也是头一次知道指挥交响乐太累了。但是 VR 整体市场的体量太小，本身又没有太多游戏，更经不起音乐游戏的大量投入，所以也渐渐销声匿迹了。同时这几年玩家的乐趣似乎转向了更加抽象搞怪的游戏方式。在2022年 PC 上发售了长号冠军，就是这样，玩家通过鼠标控制长号的高低，调整长号的音调的高低，让玩家演奏出屁声。本质上它和夏洛式音游没有什么区别，但它的破圈不在于音乐好不好听，而在于它搞笑抽象。随着玩家游戏的开始，屁声不断，再搭配画面中小人的严肃可爱，笑声也不断，这种抽象路线迅速获得了年轻人的喜爱，玩起来也确实轻松解压。总之音游实在是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不仅是家用机、街机，到现在街机的音游仍然有很多人游玩。为什么一直受这么多人欢迎呢？它音乐游戏似乎一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研究怎么更简单、更丰富地表达音乐。有人选择按键，有人选择跳舞，有人选择挥舞光剑，有人选择成为指挥家。随着技术的发展、时代的变化，未来或许有更多的答案，但核心其实是音乐总会轻轻撩拨你悸动的心，或者缓缓抚平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又或者软弱时给你力量，在绝望时给你光。所以音乐会永远陪在人类身边。不过只要音乐在，音游就在，因为游戏整体会作为扩展人类体验的娱乐工具，慢慢渗透进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里。